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解读伯克利等机构的最新成果。研究者提出了名为 TDAD 的开发框架，利用图谱影响分析，减少 AI 编码中的退化问题。实验证明，该框架将回归错误率降低了70%，并实现了零外部依赖的轻量化设计。这套全自主能力进化循环为提升智能体编码的可靠性提供了核心突破。虽然大语言模型展现了惊人的修复能力，但现实中存在严重的可靠性鸿沟。理想情况下，智能体能顺利修复问题，现实中却频繁引入回归错误。这种行为在修补漏洞的同时，会导致原本通过的测试用例意外失效。这揭示了高解决率背后可能隐藏着破坏系统稳定性的风险。当前评估体系存在严重倾斜 ，SWE-bench 等权威基准几乎只关注解决率。虽然测试台运行了 PASS7OPASS 传递性测试，但这些关键的回归数据并未在排行榜中体现。这种现状导致评估体系正在变相奖励不计后果的激进修补行为。基础智能体在100个实例测试中展现了极高的破坏力。数据显示，其生成的补丁平均会引发 6.5 个测试失败。总计5x2次的失败记录表明，智能体难以预见代码修改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依赖关系感知的缺失，使智能体在处理复杂系统时极易产生附带损害。虽然直觉上应引导智能体遵循 TDD， 但实验发现传统的流程提示词反而引发了更多失败。引入该指令后，测试失败数从562次飙升至799次，退化率上升至 9.94%。这种现象被称为 TDD 提示词悖论。冗长的指令占据了上下文空间，导致智能体在缺乏精准定位时盲目扩大修改范围，从而加剧了系统的附带损害。为了解决提示词悖论， TDAD 框架引入了基于图谱的影响分析。这一流程会在补丁提案阶段精准定位受影响的测试用例，让智能体在提交代码前就知道该验证哪里。这种提交前影响分析机制赋予了智能体自我纠错的能力，它不再盲目扩大修改，而是能针对性地修复特定的潜在回归错误。研究发现，精准的上下文信息远比死板的流程指令更有价值。与其反复教导智能体如何执行 TDD 的冗长步骤，不如直接提供具体的测试文件预警。通过这种方式，智能体能迅速识别受修改影响的文件，如认证或绘画测试。这种从强制流程向高效上下文的转变，极大地提升了智能体的工作效率。TDAD 框架采用分阶段架构来提取核心上下文。首先，通过 AST 解析和图谱构建器对 Python 代码库进行索引。接着，在影响分析阶段，将庞杂的依赖关系浓缩为极简的文本文件。最终生成的映射文件和技能说明会被直接交付给智能体，全程无需复杂的图数据库或外部 API 调用。在具体的索引实现中， TDAD 通过3个核心组件重塑代码语义。首先是 AST 解析器，用于提取函数和调用目标等结构信息。随后，图谱构建器会建立起包含与继承的边缘网络。最后，由测试链接器利用目录临近度和命名约定，将测试用例与核心代码强绑定，把扁平文本转化为具备结构化的关联网络。在关联网络的基础上，系统采用多策略并行打分来评估影响。直接关联的测试权重最高，达到 0.95， 而3跳以内的调用链权重为 0.7。这种多层级的置信度划分，确保在有限的上下文窗口中，系统能优先呈现风险最高的测试用例。这使得智能体能聚焦于最具威胁的潜在回归风险。在具体交付上， TDAD 追求极致的化繁为简。通过静态映射文件和仅20行代码的技能定义，智能体只需3步即可完成修复与验证。这种轻量化设计无需复杂的接口集成，即便是小参数模型也能通过简单的 grep 搜索轻松调用。这确保了框架在各种智能体环境下的高兼容性。在架构层面， TDAD 彻底摒弃了 Docker 和 Neo4j 等沉重的外部依赖，核心后端已迁移至基于内存的 NetworkX， 实现了真正的即插即用。开发者只需通过简单的 pip 安装即可完成部署。这种零依赖的内存驱动架构，消除了复杂的容器配置带来的历史包袱。在评估阶段，研究团队选用了 SWE-bench 的100个验证实例，测试环境被刻意限制在消费级本地硬件，
模型则采用了量化版的 Coin330B 编码模型。这种极限压力测试旨在验证 TDAD 在算力和上下文及其受限时的真实效率。引入图谱上下文后，实验结果呈现出显著的安全性提升。测试失败总数从62%次骤降至155次，降幅达72%。同时，退化率从6.08%降至1.82%，灾难性崩溃也显著减少。这一数据证明了 TDAD 在保障代码变更安全性方面的卓越表现。具体的项目实例进一步揭示了 TDAD 的防御能力。在 Django 的一项测试中，传统 TDD 诱发了全军覆没式的失败，而 TDAD 在检测到高风险后选择了生成空补丁，主动放弃。这种知所不知的能力使智能体宁愿不修复，也不去破坏已有系统的稳定性。这在 Astro PM 中也同样通过极低的失败率得到了验证。通过坐标图分析可以发现，正确的修复与引发回归错误是两种完全互斥的模式。右上象限的零分布状态表明，没有哪个成功的补丁会同时引入回归。这意味着 TDAD 拦截破坏性补丁的防御机制几乎不会对整体解决率产生负面折损，从而实现了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在第二阶段，研究者验证了 TDAD 的通用化能力，通过将框架打包为智能体技能包，在全新的 QoN 3.5 模型和 Apple Silicon 架构上进行测试。这套包含25个多样化实例的验证集，证明了 TDAD 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实验环境，它能够作为一种通用技能，无缝集成到不同的智能体框架中。作为通用技能插件， TDAD 的实战表现非常出色。数据显示，问题解决率从 24% 提升至 32%， 同时代码生成率更是实现了 28% 的大幅飞跃。通过提供清晰的上下文， TDAD 不仅能严密防守回归错误，还显著增强了智能体的攻击性修复能力。TDAD 还引入了受前沿研究启发的全自主进化循环，系统利用 Cloud Code 智能体自动修改代码，并运行严格的单元测试。只有通过基准评估并优于历史最佳的方案才会被保留。这种自我迭代机制让 AI 能够自主优化 TDAD 的底层启发式算法和提示词，实现了工具能力的持续自我进化。在15次自主迭代中， TDAD 的性能实现了台阶式的飞跃，起点解决率仅为 12%， 在首次优化极简指令后便飙升至 50%， 随后通过静态映射和临近度算法的持续精进，最终解决率达到了 60%。这一跨越式增长是在全程维持零退化率的基础上完成的。最显著的性能飞跃源自一次大胆的减法优化。研究者将原本107行的复杂指令精简为仅20行的极简3步法。这一改动使解决率从 12% 飙升至 50%。实验证明，信息密度更高、负担更轻的上下文引导，在实际编码中远比冗长的操作指南更有效。TDAD 的成果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智能体的评估基准。真正的编码能力不应只看解决率，更要看退化率这一关键副指标。通过引入结构化影响分析， TDAD 证明了感知代码依赖是实现可靠编码的钥匙。未来，开发者应更多关注这种能兼顾系统稳定性的净得分模型，让 AI 编码真正迈向成熟。